2024贵圈第一梗图出现了。前几天引起于正和祝绪丹大战的《我福临门》，今天终于官宣，主打一个自传公传首尾相接，连旋转方向都要特地注明。这下看哪家粉丝还为番位吵架？毕竟隔壁鞠婧祎和陈哲远都快为一番吵开锅了。鞠婧祎和陈哲远的《仙剑4》昨天空降了，两人却为番位吵起来了。官微昨天发定档时，最开始的微博排名是鞠婧祎在前，结果5分钟后立马又发了一条陈哲远排名在前的。到这里还能说是端水吧，毕竟后面跟这个排名不分先后。但很快鞠婧祎的个人工作室就发声明维权，抛开那些客套话，声明重点就是签合同时关于艺人署名要求的事，单幅字幕且位列所有演员署名第一位，也就是绝对一番。那官微那个部分先后可就是在打擦边球了。鞠婧祎这边工作室下场维权，陈哲远那边也没有干看着，马上跟上了一个声明，意思是陈哲远签合同的时候就和剧组说好了，是男女1号角色署名交替在前，同时标上不分先后的注明。按番位来看，那就是平番，一个说自己签的绝对一番，一个说自己签的是平番，这可就奇了，到底是剧组两头骗，还是艺人为了番位瞎扯？没看到合同之前，一切都不好说，但粉丝已经闹得不可开交，毕竟过去争番都是粉丝自己努力，这次直接双方工作室下场，每个都说自己占理。目前剧方那边没有任何回应，但看毫无改动的官宣博，还是陈哲远在这次番位大战里略胜一筹。这也不是男女主第一次为番位掐架，至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青簪行。当年男女主之间也撕得轰轰烈烈，不过如今一个已经喜提铁窗泪，另一个早就地位飞升了。鞠婧祎和陈哲远的维权罗生门，让我想起当初小小的愿望彭昱畅和王大陆的番位争议。电影上映在即，彭昱畅却发文说起了番位署名问题，指责片方模糊番位，非常刚的表示就此解除合同。当时发的致片方通知函非常细节，署名是写进合同的第几条，片方又是在物料的几分几秒违约，通通划了重点。王大陆呢，也像陈哲远这边一样，马上出声明表示自己没有抢番，合同签的就是第一男主角。不同于《仙剑4》的默不作声，小小的愿望制作公司最后出来发了声明，说给彭昱畅和王大陆签的都是男一，是制片方面的问题。剧方两头骗，做不做人另说，单就这个写进合同加维权解约，就能看出艺人对番位是真的很在意。番位是个舶来词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起源日语，和演员咖位以及剧里角色戏份息息相关。一番不仅占名利，还承担抗收视的重任，剧扑了可是要出来公开道歉的。但素呢，番位传进内娱之后，噗呲一下变成了咖位鉴定器。严格来说，内娱的番位既不关联演员的实际，也不承担播出效果的责任。虽然粉丝总爱说3番之内才能算实际，但多的是3番开外依然吃到红利的人。比如热依扎在《山海情》的官宣阵容里，她都排到5番开外，可这一点不影响水花出圈，还让她拿下了飞天奖的最佳女演员。你能说《山海情》不算热依扎的实际吗？尤其2023年配角掀桌火了，出圈的配角一个赛一个。张颂文不是狂飙的绝对一番，但谁又敢说狂飙不是他的代表作？我的人间烟火，魏大勋只是个特别出演，男二都算不上，正经排番位只排到了第4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孟宴臣大火特火，角色成为演员本人的上升基石，和实际无关。那艺人们在争什么？争的当然是意念咖位啊，管你多大咖，排名总得有个先后。于是诞生了一批批内娱私番名场面，从古早大花们在话题里扯头花，到流量小生们在影版刀逼里打得腥风血雨，再到流量花生开始掐群架，男一和女一也要争个唯一一番，上至艺人本人和团队，下至抱团的粉丝，几乎个个都要这里过一遭。粉丝替自家正主争番位，争的是不争馒头争口气，艺人和团队争番位，那就更好理解了。今天自降身价被别人踩下一番，日后再谈其他项目合作，那就不好谈了。所以在整个圈子的认知里，番位即是逼格和咖位，是演员生涯里寸土不能让的东西。葛优能让番，一是地位在这里不纠结这3瓜2枣，二是也不太想主担这个票房。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演员本人非要私番，也会有片方想要炒热度两头偏的情况，
即使真的撕下了一番，演员本人就成赢家了吗？很难说。仙剑4开播第一天，撕番倒是吸引了一波关注度，但剧集的口碑质量却很难评。不少人觉得这剧完全不值得两演员大费周章不要脸面去撕番，而且作为一个古偶仙侠，男女主都撕番闹得这么难看了，这俩还能正常合体营业吗？退一步讲，即使这俩演技在线，心态也好，宣传期为了剧不计前嫌大方营业，戏外猛猛发糖。早已经目睹了这出撕番大戏的观众，又真的能磕进去几口？演员要当一番，出发点没有什么可指责的，谁都想争第一，谁都想红，但强求必然出馊瓜，噎到观众对谁都没好处。杨颖粉丝当初用停止数据宣传为自家姐姐撕番任嘉伦，最后番位没撕明白，剧还悄无声息扑了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剧。这件事里拿下了一番的任嘉伦又讨到什么好处吗？和撕番一样轰轰烈烈的，多的是那些撕下一番也没什么好结果的扑街。电影版倒比扑街，两位女主角争番的诛仙最后喜提评分 4.5。相反的，看了电影《封神妖》的都知道，于是饰演的姬发可以说是电影的绝对男主角，高光都在他身上。按戏份来说，怎么也该混进3番之内。结果封神的宣发前期是黄渤、陈坤各种大咖顶前面，临上映的时候又让 Daddy 费翔成一番，上演了一出逃番名场面。但电影最后口碑和票房双收，不是一番的于是依然红了。在番位里排不上号的封神质子团们也跟着电影飞升，他们没有拿下一番，可获得的是远比番位更重要的东西。撕番很难说能撕出什么利益，除了撕到双方看起来都吃相难看，令路人心生烦躁，但不撕番却能大大提升艺人的好感度。像早期朱一龙、白宇拍《镇魂》就宣告不争番，拉了很多好感度。刚播完的《繁花》那么多演员，除了大男主胡歌，剩下的女演员也没见哪个出来纠结番位，最后全员上桌，连角色不讨喜的王菊都再次刷了一波脸。所以我大胆爆言，眼睛里只看得见一番的演员，必然是出不了什么好作品的。其实19年那会儿就说过，爱豆流量们对剧集的需求是观看量和带货能力，是对下一个项目的影响，业务能力被稀释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。如今快5年过去，风气有没有好一点？当然是有的。流量们虽然还是在市场里的大 IP 里打转，但越来越多的实力演员开始靠项目出头。2023有狂飙繁花这样的大项目，也有古相思曲这样的小而美。中生演员和新生代都有了自己的出头之路，对手戏的演员重新变得重要。大幂幂打秦昊成2番，还要特地发微博表示番位不重要，自己演什么也比番位变得更实在。一念关山播之前，刘诗诗的粉丝怕被模糊番位，真正播了后，任如意这个角色的本身魅力远远超过番位的重要性。剧外的因素当然会影响剧的口碑和热度，也会影响对演员本人的评价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演员开悟，再多的这些都不如一个好的角色。当初黑料满天飞的屈楚萧都能靠张万森成为纯爱战神，番位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哪有角色飞升来得快呢？并且咱们在看剧情，在看正片之前，以为俩人小心眼只在乎番位，看了他们的演技，我才真的明白了其中奥义。据说这部剧耗资3亿多，又在开年甩了出来。仙剑4这是势必要拿下年度古偶剧王的架势。当下正片已经到来，本以为会是又一部经典，然而点开评论区，这画风却让我非常意外，骂声一片，从特效到妆造再到演技，大家全都在骂。言辞激烈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喷出来的唾沫星子，播出来难看到家，可他们还要争着当第一。垃圾特效、全员配音、五官乱飞的演技，画风都像古早偶像剧，观众的时间也是时间，大家的命都是命，也不懂这种戏番位有什么好争的，都烂到这种程度了，竟然还当个香饽饽抢来抢去，有这精力还不如在拍戏前好好提升一下业务能力。这种精神太值得我们普罗大众学习了。观众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在开年就接受如此暴击？欢天喜地迎来新的一年不好吗？霍古偶给粉丝自己看就算了，经典大 IP 都敢这么搞。仙剑的游戏做了这么多年，剧粉加游戏粉支撑这么多年，硬是被一部古偶给打败了。要我说，你们还是洗洗睡吧。最后还是要说那句话，一切因为番位问题，容不下别人好的演员。
建议自导自演，一人分饰50角，千万别跟任何人合作，省得折腾他人，委屈自己。